荡，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和朋友便不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一水撑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火光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，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这样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438，他敢这样说你，你就应该给他2巴掌，然后再踢他一脚，踢他个屁股开花。莲姨，不要那么激动。我怎么能不激动？我一想到他们欺负佳倩，我就恨不得踢他们几脚。妈，你不要生气了，我已经听你的话，不像以前这样静静不出声。他们讲我一句，我就顶回他们2句，看他们能够把我怎么样。对，他就是要逼你承认偷吃店里的钱。你把他痛骂一顿之后呢，他以后再也不敢这样对你了。是喽，后来二哥还不是跟我说声对不起。那个罗佳琪啊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读过书的人啊，最阴险了。你可是要小心点啊。莲姨，读书人最阴险，这种说法太过以偏概全了，我不敢苟同。我管你什么猫通狗通的，罗家读过书的人最阴险了。佳琪是个好人，他对人真诚，而且乐意助人，一点大医生价值都没有。你说他阴险，我觉得有点太偏激了。什么偏激呀？当年害得佳倩这个样子，他也有份。总之，罗家没有一个人是好的。这。舅舅，姐，谁又得罪你了？我一踏进来就听到你在骂人。还不是那姓罗的那一家人，他们又欺负佳倩了。文杰，帮舅舅买杯咖啡来。佳倩啊，你妈已经跟我说了你的委屈了。这些日子来，你不论在心灵或身体都受到伤害，真是难为你。要不是佳倩命大，早就死在车底了。佳倩，忍一忍吧。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的。要低到什么时候啊？今天他们又说佳倩吃店里的钱啦。是吗？那你到底有没有动过店里的钱？女友对不对？大姐，是不是你叫佳倩这样子做的？是啊，是我叫佳倩找机会拿店里的钱。要不然呢？怎么有钱开这个摊位啊？喂，你知不知道他们1个月给佳倩多少钱？才1200块，简直是把佳倩当做廉价劳工嘛！不拿他一点钱，怎么喝甘心呢？姐啊，你要佳倩这样子做，也太为难她了。这一点小钱就不要去贪了，到头来反而会引起他们对佳倩的怀疑，处处提防，到时再要有所行动就难了。哎，佳倩啊，提提你的想法，你想怎么做？我想搬出来自己住。如果忍不住的话，那就搬吧。哎，不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所谓忍一时，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沉不住气的结果就是满盘皆输。你留下来，就是一着急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你一搬走了，就没有立足之地，到时候要反攻，谈何容易啊！海参呐，你在说什么挖沟啊？挖沟？我以前常常去吃挖狗桂的，我回来后好像还没吃过。你要吃挖狗桂还不容易啊！
你先跟我讲什么蛙锅，我再请你吃蛙锅锅也不迟。那天傍晚，我去过快乐鱼，我发现他们的生意非常好。舅舅，你去过快乐鱼，为什么没看见你？我一直站在外面啊，直到你们关店。我还要找一天亲自上门去看一看。到时候你要装作不认识我。为什么？海参呐，你有什么就直接说嘛。现在说还言之过早。总之，先观察形势。如果快乐鱼的确是块宝地的话，那这场战就值得打。要是只是烂船一只，那打来干什么呢？到头来还不是浪费自己的弹药，得不偿失，那又何必？我们必须看准时机，赶尽杀绝。哎呦，你小心点嘛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咖啡买这么多，来，海参，来坐。喂，我们要好好的商量如何反攻快乐鱼的大计。文杰，不要赶尽杀绝，文杰，不要赶尽杀绝。不会的，我舅舅只是随口说说，你千万不要当真哦。妈，回来啦，我来帮你吧。不用了，忙了一整天，上去休息吧。是不是嫌我帮不上忙啊？什么话呀？怎么了？你哭了？什么事啊？没事没事，妈妈咪要走，心里有一点难受。妈妈咪，我还在新加坡啊，星期天可以来看你们。Good girl， 不要哭了，你妈咪不喜欢你哭。妈咪，等我长大，我一定会叫你来的，到时候我一定要回来啊。OK， 不过你那时候不能学我老哥哥 ，OK？ 谢谢你们对我那么好 ，I'm so grateful. God bless you. 希望你的新雇主会对你好。如果他们对你不好啊，你打电话给我，我亲你啊。阿妈，如果他们对我不好的话，我就回去 Philippines 买 fish and chip。到时我能不能用快乐鱼的名字？用，阿妈就只给你一个饭菜哈。No， 阿妈 cannot， 妈给我了，不能。拿去，你把文文照顾得这么好，我们都感激你。有空啊，你要过来吃炸鱼啊。你是我们的 VIP。对，你来的话就是我们的客人，记得一定要来啊。我会的。以后你们如果需要我的帮忙，就叫我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多 take care 啊。再见，阿妈。再见，妈。再见，文文。Be a good girl, OK？ 妈妈咪，一定要回来，回来。Candy， 这么多年的朋友，你怎么可以跟我这样说话呢？我这一年来跟你赚了这么多钱，你现在电话里面说一声明天不用来就把我赶走，你这算什么朋友嘛？妈咪好像跟 Candy 阿姨闹翻了，他们已经吵了一整天了。没有我，你的婚纱店的生意会那么好？你简直是过桥抽板，狼心狗肺，忘恩负义呀！哇，妈咪还记得那么多成语哎。什么？你有我很久，你是要跟我讲这些话啊？你当初怎么求我帮你的忙的？不是我的话，你婚纱店能够搞得起来？可以利用的时候就是朋友，利用完了你就要讲把我踢开，对不对啊？妈咪怎么那么天真嘛？这个世界上，那你可能会有什么永远的朋友的吗？好，一刀两断。从现在起呢，你不要再来找我啦。大姐，二舅妈，你最好快点回房去。我妈咪啊，一发起脾气来，什么都看不顺眼了。那时候啊，你就可能会遭受到池鱼之殃，无妄之灾啊。文文，你的成语比你妈咪的还厉害。既然你这么说，我还是36计，走为上计。换了衣服都不会拿到后面去，今天我帮你打扫收拾。对不起，妈咪。你今年几岁了？你还以为你是 baby 啊？还要我服侍你？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啊？对不起，妈咪。
这时候啊，只能说一句话：对不起呀、对不起，快点走。喂，你这样子是什么意思？说啊！你顺手帮我洗几件衣服，你会死啊？我已经顺手帮你顺了3个月了，你要我顺手小鱼不肯顺到什么时候说对不起，所以就变成代罪羔羊哦。讲话。那你又有什么态度跟我说话？我是你大姐，我有权利这样跟你讲话。你顺手帮我洗几件衣服，你会死啊？我已经顺手帮你顺了3个月什么了，你要我顺手小鱼不顺到什么时候肯说对不起，所以就变成代什么罪羔羊态度啊这样子跟我哦。讲话。那你又有什么态度跟我说话？我是你大姐，我有权利这样跟你讲话。你爱说什么尽管说，我爱听不听你管不着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嚣张，简直目中无人？大姐啊，反正我去洗衣店的，你的衣服我帮你拿去洗吧。现在不是衣服的问题，是他态度的问题。我的衣服啊，浸在桶里面已经2天，开始发臭了，他可以当做没有看到一样，这是什么态度嘛？一家人还计较什么？我每天在外面奔跑，他每天早上10点才去店里，2点就回来休息，时间多的是，顺手帮我把衣服丢进洗衣机里面，难道是很困难的事情吗？顺手，再下去啊就不是顺手了，变成我分内的工作了。3个月前，如果不是我好心顺手帮你洗衣服，你今天会跑来这里凶巴巴骂我。你看，什么态度啊？讲话这个样子没大没小，他也不想想以前我是怎么照顾他。他小时候身上哪一件衣服不是我帮他洗、帮他烫？每天啊煮饭给他吃，帮他绑头发送他去学校，帮他背书包都背到他3年级啊！现在因为几件衣服跟我翻脸，你的良心是不是给狗吃掉了？是，我是没有良心，良心都在你那边。你有佣人伺候惯，可是我不是你的佣人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把妈妈咪送走？因为你说家里有我，根本都不需要我。你说的这番话我听得一清二楚。你不是把我当佣人，当做是什么？我什么时候把你当成佣人啊？我们是一家人啊，没有必要计较，帮来帮去有什么不对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我们是不同妈生的，所以你觉得我们在欺负你。你也不知道我们对你多好，这些年来你有什么东西是缺的？别人有的你都有啊，你还整天摆出一张臭脸。我告诉你，做人不要太过分，人家对你好的话，你要懂得感激。是我应该感激，我应该像奴隶一样一辈子伺候你们，帮你们做牛做马。你怎么样？妈咪，你不要说了，这些衣服我自己洗。洗你的头啦！我生你出来是很读书的，不是洗衣服的，去读书。你站着，发了脾气想一走了之。你站着。妈咪，大姐算了，大姐。什么算了？就是你们把她养成这个样子啊！她什么身份啊？只不过是个臭女人生的。你不要侮辱我妈妈。为什么？抢人家的老公，还敢搬到人家家里住，把人家老婆气走，不是臭女人，难道是假女人啊？哎呀，够了啦！妈的都说以前的事不要提了，你还讲？她根本没把我放在眼中啊！我比她客气呢，我忍她忍很久了。现在是谁忍谁啊？自从你来了以后，你以为你自己是皇太后，动不动就骂人？我生来就给你骂的。别说了，佳倩，进房去吧。你不要假惺惺啊！你们都是一样的。佳倩，你也是啊！你看，我说还有没有错啊？什么态度嘛？在他眼中啊，原本你这个大哥大姐还有二嫂啊，整天以为他在这个家里很委屈的样子，可是也不想想你自己，只有重人的程度，没有一技之长，身体又弱，想要找份工作难啊！谁要请你这个长短脚呢？大姐，是，我是长短脚，可是我长短脚，也是因为你们害的。你说你从小多么的照顾我。可是，在我记忆里，我只记得你们对我冷嘲热讽跟百般侮辱，只因为我不是你们的亲妹妹，因为我的妈妈是你们心目中的巫婆。我没有这样对你哦。对，你是唯一没有这样对我的人。我原本还很感激你，可是没想到你比他们更狠毒，你把我丢给车撞，撞不死我，撞出我这对长短脚。我哪里知道会这样的？你不知道，因为你恨不得我给车撞死，恨不得我在这世界上消失。因为在你们心目中，你们最恨的是我妈妈，所以你们也恨我。我哪里有？现在大了，你们表面上不再取笑我，不再侮辱我，可是你们心里面呢，还是看不起我这对长短脚的。我在你们心中，我只配在家里面煮饭洗衣，家里面一有问题，你们就找我麻烦，不是说我偷懒，就是说我偷钱。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小孩子，
任你们取笑，让你们害到变成长短脚，我都不敢吭声。我只是无心说他一句啊，就给他骂到狗血淋头。人家哪有这样对他嘛？爱说什么说什么，没有脑的。你讲这些做什么？少讲两句会死啊！明知道他不喜欢人家说他的脚嘛，你还讲？你以为我想讲他了没？你有没有看他怎么对我啊？我今天火气够大了，他还要处处顶我。人家顶一下会死啊！我是他大姐，他眼中有我嘛。你是大姐，我还是大哥嘞。平时我还没开口，你就顶我了咯。因为你笨，你没有脑，人家顶你，你不会开口。佳倩，我可以进来吗？佳倩，你的衣服啊。听佳琪说过你们小时候的事，她小时候也欺负过你是吗？其实佳琪说的对，那个时候大家心里都有仇恨，他们以为自己的母亲被欺负，所以想出一口气。而你呢，也想为妈妈打抱不平。老实说，我是个局外人，对于你们过去的恩怨也不是很了解，所以很难说到底谁是谁非。不过整件事情并没有对或错，只是大家立场不一样，所以看法也不一样了。可是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大家是不是应该放下心中的怨恨？其实像佳琪一样，我看得出啊，她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在一起的。佳倩，你跟我说那么多话做什么？我受了那么多年的苦，现在你跟我说一句算了，不要再怨恨，就什么东西就能解决了吗？那不如我打断你一条腿，叫你一句算了，不要再怨恨，看你做不做得到。你儿真的很三八嘞，不可以讲点好听的啊。Sorry， 我不会说好听的，我只会说真心话。我真的是给你气死嘞！我才给你气死啊！难怪学社会跟你离婚呢。喂，是我跟他离婚啊！哎，如果是这样哦，我看他已经是在拜提公感谢生日了嘞。喂，不要跑哈！哎，好男不跟你斗。哎呀！你在那边干嘛？还不去读书？妈咪啊，我本来是不想跟你说的，可是为了你好，我还是应该说，你应该学会控制一下你的 EQ。放什么狗屁嘛！ EQ 就是情绪智商。我读过一本书啊，书里头说一个人的成就 ，IQ 占20%，EQ 占80%。一个人啊，如果控制不了的情绪，是无法做出大事的哦。如果控制不了情绪，我早就打人了。可是你这样对小姨是 EQ 凌淡的表现啊！你说什么？你不觉得你拿别人身体上的缺陷来攻击对方是很不应该、很不道德的吗？你再说一次，你有胆再说一次。妈咪，为了你好，即使我赴汤蹈火，我都要说，你错了，而且你错得很厉害，你应该向小姨道歉呐。请你出去，我想静一静。佳倩，妈咪自己还好，对吧？EQ还好，你的死人头啊！你走开，你走开，你走开！喂，大姐，你敢闯来我们就死啊！哎呀！他真的很狠心啊，简直是冷血动物嘛！温温啊，你明明知道他生气，你还要去惹他，让他消消气咯。妈妈咪走了，我知道他心里很难过，可是又要装出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。Candy 阿姨啊，又跟他闹翻了。他就这么一个朋友，现在唯一的朋友都没有了，他真的很惨啊！所以我就让他打打一下，消消气咯。哪有这样的道理？那我也很生气啊，你也给我打打消消气好吗？那我就惨啦，你们消气，我没气呀。你呀，真的是很皮啊，还是要打？
我不是皮，我是要他理智一点。我妈咪啊，虽然是很勤劳、很用功，可她就是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所以啊，就事半功倍喽。不是，是事倍功半喽。那是他的问题，他把你打成这个样子啊，可以告他虐待儿童了。小姨，你不要这样对他啦，他也是很惨的。他婚姻不愉快，又跟他自己朋友吵架。那是他自找的。其实这么多人当中啊，我觉得你爹地是最好、最老实的。小姨，你没有听过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，歪理啊！那我觉得呢，应该修改做男人没性格，女人不选择。小姨，你觉得我这句话讲的好不好啊？你呀，真的是鬼灵精啊！那小姨，你说你会不会喜欢整天yes 没性格的男人？不知道啊。那当然不会啦，这多闷呐！那你是说你爸很闷咯？虽然我daddy啊是好好先生，可是他有时候也蛮好玩的。只可惜啊，我妈咪啊不懂得珍惜。我妈咪啊太会比较了，她整天喜欢拿别人的老公来跟自己的老公比，所以呢比来比去就觉得自己的老公比不上别人的老公，所以啊她就越来越不尊重我daddy咯。一个男人啊，如果得不到一个女人的尊重，这什么都完蛋了。男人啊是需要女人来崇拜的。你呀，哪里学来这些歪理啊？这些不是歪理，而是我读过很多书才得到的心得。你读这些书做什么？你还嫌你的功课不够多啊？因为我要我daddy妈咪破镜重圆呐，所以呢就想尽办法要撮合他们咯。那你想到办法了吗？想到了，那就是让我daddy当务之急，就是要让妈咪啊尊重他，这样我们一家就可以大团圆了。那你想到什么办法让你妈咪能够尊重他呢？照《如何赢得他芳心》这本书啊，那就是要有一番成功的事业。所以啊，我已经打电话给我 daddy， 他已经答应我一定要东山再起了。算了吧，大姐，为了那几件衣服生气都不划算了。我不是为了那几件衣服，我是为了……为什么人总是那么绝情的呢？就拿朋友来说，当初我为他拼死拼活招生意，可是他现在只要一句说你帮不了我，就叫我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那时候他是怎么求我的？他跟我说，等业务上了轨道之后，就要我当他的 partner。结果现在也是一脚把我踢走。别的不说，就拿自己家人吧。嘉庆小时候我是怎么对他的，佳琪他都知道的。可是现在，因为几件衣服跟我翻脸，算了。我都看破了，人对他好啊是没有用的。其实啊，我也看得很清楚，人呢，凡事要自己靠自己，不要靠别人。我是真的很傻的，什么东西都为别人着想，可是到头来，个个还不是忘恩负义。最重要的是自己要照顾好自己，你说是不是？其实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的，人与人之间还是可以互相信任啊。只不过有时候我们必须站在另一个角度替别人想一想。可能是我的职业病吧，很多时候我们都必须站在我们客户的立场上考量，要不然客户只会觉得我们想赚他们的钱。这个我知道，我也是很为别人着想。就像那个 Kenny 一样，我不只为他做生意，我也为他搞宣传。就像上一次范文芳带他朋友来我们的店，我也求过你，如果不是我拜托你的话，范文芳会带他朋友来我们的店吗？我不知道有这件事。我知道你不想张扬，其实我也一样。可是默默的做，又有谁知道呢？等你的利用价值一完，人家就一脚把你踢走。所以我想过了，靠别人的话就是这样的下场。倒不如自己做点小生意，就不用看人家的脸色，也不用怕给人家利用。哎，现在shopping center有很多推车摊位出租，
我想租个摊位卖小孩子的衣服。现在的家长啊，最舍得花钱在孩子的身上。我想这生意会包赚的。我现在手头上的钱不多，不如我们合作吧。我哪有时间呢？再说你不是做保险吗？保险我只是兼职。你放心，生意由我来打理。你有空来走走，没空等着分钱就行了。那要投资多少？3万就可以了，1人1半，1万5，怎么样？你答应了？能不答应吗？他已经不止一次跟我提了，再不答应啊，他都不知道怎么看我。哎呀，我大姐是这个样子啦。不过你相信我，她在做起事情来啊，真的很拼命的。她的性格是偏激了一点，所以这几年啊，她忙来忙去啊，都忙不出什么成绩啊，白忙了一场。这一点啊，温温也看得出来，说他妈咪 EQ 零蛋。真的啊？那个小鬼真的那么说啊？哼，也难怪大姐会生气啦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你做事呢有条有理，又眼光独到。如果这次你肯帮大姐的话，我相信这次她一定会成功的。你少抬举我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大姐的性格，哪会那么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？怎么不会呢？你怎么说也是半个股东啊，有权利说话的啊。哎，我有说啊，我建议他先做个市场调查，才决定做什么生意。但是他一口就说不用查了，做儿童服装最好。算了，就让去搞，反正亏了钱就找你要。干嘛找我要呢？关我什么事啊？因为她是你大姐啊。熟？这跟你们做生意有什么关系呢？哎，当然有关系啦。如果不认识你，我就不会认识你大姐。我没有嫁给你，我就被你大姐拉去搞生意。所以你是罪魁祸首。这样也行，真是交友问题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家有贤妻。谢谢夸奖，本人当之无愧。你呀，脸皮真厚啊，跟这床褥一样的厚啊。来，哎，不错，这样。哎，弹性蛮好的。对呀，来床上坐。干什么？大庭广众啊，头脑怎么这么歪啊？什么歪不歪啊？我叫你来床上坐啊，我没有说来床上坐，歪的人是你。哦，你敢欺负我？还哟！哎呀，你大庭广众竟然敢打老公！哼！哎呀！干什么啊？我要试试这张床有没有声音。哎呀！看，你还别弄脏人家的床啦。那不买不行了。那就买下来吧，不过要等1年后才可以享用哦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还是决定冒着被你杀的危险。我参加了支援医疗队到阿富汗去，那里真的很需要医疗人员啊。罗佳琪，你真的忍心离开我1年了？你也可以当那边当义工啊，那边很需要人帮忙的。我去干什么？你可以帮忙照顾一些残缺的孩子啊，帮他们洗伤口，包扎他们的伤口。拜托，我没那么伟大，我一看到血我就会晕的，到时候还要你来照顾，那才真的丢脸。那你就精神上支持我吧。我答应你，1年我一定回来的。走吧。你还没买啊？你都说你要去做你伟大的事业了，还买来干嘛？等你回来再说吧。那你是答应我了？我还能说不吗？你已经是天使了，我可不想当魔鬼。我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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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婆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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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两位，这张床你们还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。不过小姐啊，你是否会帮我们留到1年后？哇，你走路不戴眼镜啊？啊？老大，好像有人在跟踪我啊！谁跟踪你？我听到后面有声音，结果我转头一看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你是说有那个啊？说真的，自从前天你告诉我你看到老高之后，我这2天出门啊，我都特别小心，因为我真的感觉到有人在暗中盯着我。那你有没有看到老高？就是没有啊。我好像听到我后面有脚步声，
后来我又听到一阵叹气声，我又转头一看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惨了惨了惨了！我看哦，一定是老高请的鬼仔在作怪嘞。哇，我看你印堂发黑真的是很衰。什么？我寄个佛牌给你保身啊！需要这么够力吗？你衰吗？那如果你不要，我双重保护喽。好 ，OK。说真的啊，这种东西我是不相信的。不过既然你这么有心的话，不带了。那我跟你讲，你带就带啊，你记得大便的时候还要拿下来。还有，不要走过有女人内衣裤的地方，知道吗？不然法律会减退的嘞。如果你真的遇到那种东西哦，你要念3声般若波罗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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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般若波罗蜜。还是去看看。喂，什么事啊？啊？哇，你没听说吗？说什么？老高死了。老高死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前天晚上哦。啊？我必先昨天早上就告诉我们了，昨晚的报纸也有报啊。哎，怎么死的嘞？他的车撞进河里面淹死了。这样就死了？因为他是意外死的，大家怕他的英文不善，所以出了点钱请了个塞工，在他店前念经啊。哇，干嘛？一讲阴魂不散，你是吓成这个样子？神经啊！我跟他无冤无仇，我怕什么？哎，他的车怎么会撞进河里的？哎呀，狗皮先前天在卡斯登遇到他，问他去哪里，他说要去麻坡看妈妈，我们就顺路咯，就搭他的顺风车。谁知道狗皮先半路狗皮癇发作，想要喝咖啡，老高就说不能够等，就先走了，害到狗皮先还得要搭别人的车回来呢。半路上经过一条河，看见好多人围在河边看东西，他就往前一看哦，看到一辆车浮在上面，啊，原来是老高的车。他们还告诉他，从河里捞起一个死人，被黑车带走了。哈，狗皮先一直说自己很黑啊，一杯咖啡救了他的命，要不然啊，就跟老高一样变成了水鬼喽。下午，我前晚哦，是在这边看到老高的嘞。难道我见鬼啊？啊！下午，我前晚哦，是在这边看到老高的嘞。难道我见鬼啊？啊！哇！人吓人会吓死人的嘞你！周末了你这样也会吓到脸青青。怎么？我的眼睛啊？就是咯，好像撞到鬼一样啊！你不要乱讲哦！要是真的撞到就惨了嘞！哎呀，不要乱讲啦！去泡杯咖啡啦！去了。那你要不要罗第一个鸡蛋？不要了。教父说，他一直觉得有人跟踪他嘞。可是他一转头，就一个人也没有。哇，难道是老高阴魂不散？哇，老高生前哦，是最恨人家抢他老婆的嘞。我跟家福带走了阿娇，现在他死了，他第一个要找的也是找我们吗？哎呀，惨了啦！我看啊，这不见鬼都不行哎。那你要隔壁啊，有好介绍。什么？
介绍你去见鬼喽！哎，你不要讲那个字可以吗？你不是很喜欢看恐怖片吗？见鬼3要上映啦，他们说很好看、很恐怖的，不就介绍你去见鬼喽？哇，你这个人很黑心嘞，怎么整天叫我见那种东西？哎呀，你走开了，你很烦嘞！干什么啦你？吃错药啊？好心介绍电影给你看，还这样对人家？你不用好心啦，我跟你讲哦，以后不管你介绍100部、1000部哦，我再也不会跟你去看嘞。是啦，上一次跟我去看电影，看得很委屈。就算你给我100万呢，我都不会跟你去看电影的。像你这种人，最好真的跟你去见鬼呀！我跟你讲，你活该呀！哎呀，怎么这样准？2次都倒在这个地方啊！难道老高真的要我跟他一样断子绝孙？要猛嘞！怎么样，地点不错吧？人好像潮水一样流来流去。这里平时啊，要申请一个摊位啊，真的很难的。听说有些人要等上1年都分配不到。那倒是，听说近年来啊，这些小摊位都很受欢迎。是啊，你看这些档口虽然小，可是啊，赚的钱不少。听说有些1个月可以赚到1万多块。那要看卖什么东西了。我刚才发现已经有一摊专门卖儿童服装的，购物中心里头有2、3家儿童服装店。那好啊，多一些人卖，所有那些要买儿童服装的人啊，都会来这里呀。可是竞争也就强了。不会的，只要价钱合理啊，货品有特色，你放心，不用怕的。而且我已经有了门路，我知道有些啊从中国啊、泰国进口的儿童服装便宜到要命，只要我们加上一些欧洲啊、英国的品牌，好像 Veronica 啊、Elizabeth 啊，一定会大受欢迎的。我办事你放心好了。哎，陪我去超级市场买些东西吧。温温要考试了，每次考试之前啊，我都炖些牛肉汤给他喝，让他补一补。大姐啊，我到前面看看。啊，这个500克。大姐，哎，那我条啊，那买东西啊？那姐夫呢？啊，他去了洗手间。喂 ，Kate， 是我啊。我刚从国外回来，我也 SMS 你，你没有收到？我去开个会啊。对，20万，你看我忙到都忘了。你说你什么时候要？好啊，那明天见面，我给你。OK， 拜拜。哎，大姐，这么巧，二姐在这里。哎，真的很巧哈。哎，大姐又买牛肉炖汤给温温喝了。考试快到了呢。哎 ，no wonder， 我最近看到温温啊，是越来越瘦了。大姐啊，读书固然是重要，不过千万不要搞坏身体哦，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哈。雅欣，你放心吧，我看得很紧的。温温的身高体重啊，都是最标准的。又来了，每次讲不到2句就顶来顶去的。二姐啊，买水果给 Patrick 吃啊。Patrick 最近不吃水果，连鲍鱼都不吃了。他最近喜欢吃什么神户牛肉，从日本空运过来的，很贵的呢，1公斤啊几10块，你看。哎，现在小孩子啊，营养够好了，特别是你们家 Patrick 啊，都吃到超重了。1公斤几10块的牛肉，还有1罐啊整100块的鲍鱼，吃进肚子里面，除了增加体重之外，还有什么作用啊？哎，不是我这个做大姐的要讲你，小孩子啊，小啊就享受惯了，以后怎么样自力更生？他就说一句啊，要是以后你们没钱的话，那就惨了。切，我也常常这样跟他们说，可是他们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 ，What can I do？ 好，雅喜。是咯，不见棺材不流泪吗 ？Hello， 说了他们都不听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哈？不过他们命好，会选人投胎。所以我说啊，人呢总是要认命的哈。雅喜，你说是不是啊？现在最好什么都不要说，一开口不是得罪这个，就是得罪那个。哎，对了，
我刚才在附近看到姐夫在卖蒸锅，哇，他卖得很卖命嘞，满头大汗。原本我想跟他过去打招呼，不过看到他这个样子，我不好意思走过去。哎，大姐，你一定是来support姐夫的吧？啊？我现在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了。哦 ，I'm so sorry， 我真的忘了他们准备离婚哦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哎，我还是先走了，我回去准备我的神户牛肉给我儿子吃啊，我先走了，拜拜，大姐，拜拜。你看他，故意在我面前炫耀。新加坡有钱人一大堆啊，他那点小钱啊，靠边站的资格都没有啊。还不是靠阿公留下2间店屋收租，要不然吃得起什么神户牛肉？懒得理他。雅琪，陪我去楼上看别的东西。哦。不管是蒸菜、蒸肉、蒸鸡蛋都没有问题。来，你们看，香喷喷的白饭，只要是你们想得出的菜式，我们的这个多层蒸锅都可以蒸出来，什么都可以蒸。不过几天前有一个安迪啊，他们听了我这句话了之后，什么？既然你的多层蒸锅什么都可以蒸，那可不可以蒸我的老公呢？我就说，哎呀，安迪啊，你千万不要害我。哎，你们看。这锅鸡是刚刚蒸好的，哎，我请大家吃，大家趁热吃吧，不要客气啊，就好像吃buffet一样，喜欢吃什么尽管拿，好，就算吃了之后没有买也没有关系的，啊，不过有一个条件，各位大姐，如果你们懂得很特别的菜色，一定要教我啊。你那么厉害煮，我们哪里敢教你？你是怎么学的？哦，这些菜啊，全部都是我的老婆教我的。我最喜欢我老婆煮的菜了，所以在她那边呢，我学了几手。那个卖蒸锅的人很不错，他说要帮我找食谱，我还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，没想到他今天早上打电话给我，叫我来拿。姐夫的生意好像做得很不错。这种推销生意啊，能够做得出春天来，我才不相信呢。不能这么说的，我有个客户啊，以前也是从岩门挨户推销干锅开始的。后来慢慢变成了代理商，做啊做啊，看见了更多商机。后来还做起了高级家具生意，生意扩展到中国啊，现在已经是上市公司的总裁了。那是以前，现在哪有这么好的机会呢？以前竞争不强，做什么都容易，现在靠推销出头难了。你看，一个大男人泡在一大堆安迪里面，这样也能出头的话，我把头砍下来给他。大姐，是你对姐夫有偏见啊？不是偏见，是事实。因为我太了解他了。他这个人如果会成功的话，早就成功了，何必等到现在呢？还有啊，以后你要改口，不要叫他什么姐夫了。我跟他已经在律师楼签字，只要法庭一判的话呢，我就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了。大姐，难道你一点都不留恋这段感情吗？我这个人是很实际的。如果我要嫁给一个人呢，是要我靠他，不是他靠我。味道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对不起，我走开一下，你们不要客气啊。啊，雅喜，姐夫，哦，对不起啊，一时改不了口。你们来买东西啊？大姐来买牛肉给温温吃。哦，温温在考试前都是吃牛肉的。大姐想在这里租一个推车摊位卖儿童服装，我也有份投资的。哦，好啊，这里的人群那么多。哎，对了，我跟这里的 management 很熟的，要不要我帮你们拿一个折扣价？大姐，你看怎么样？姐夫说可以拿折扣，不如你跟他谈谈吧。哎，是啊，雅喜，不如你等我10分钟，我很快就过来。不用了，不阻你工作，我也没空，开始走了。哦，再见。那我们先走吧。哦。终于等到结束，爱退回原处，该愤怒还是该认输？爱得那么投入，却不得不
无助的向距离屈服，终于还是等到了落幕，无奈的退出，相隔两处，心变得孤独。你总说，若是有缘，一定会再相遇。